直接又加炖了2个小时，现在应该会有那种嫩滑感了吧？看了上期视频的弹幕呢，可以感觉得到大家都被吓到了。其实我也是，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鸡的爪子可以大到那么大。不过我本想的到后面做成美食变凤爪的时候，一定会惊艳到大家，让大家口水直流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老板清炖了一下就给我端上来了。整体看起来呢，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觉得鸡爪就应该做成我们广东这边的虎皮凤爪，又嫩又滑又香。那么大的一个鸡爪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，让大家一看到就口水狂流。老板最后也跟我承认，这么大的鸡爪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会更好吃，因为他也没有开发过。毕竟这1800一对的鸡爪开发了卖给谁？谁会舍得吃这么贵的鸡爪？除了我。这个是面的。妹妹，低调点。鸡叫。所以这个重任就落到我身上了。毕竟大家也点赞到8万，这次这只没那么大，比我们上次小太多了。但是比起普通的鸡爪呢，那也是相当可以。因为我们那天挑的那一只呢，真的就是整个老板那个整个鸡场最大的一只了。虽然大家都说恶心恶心，被吓到了，但是那可是万里挑一的鸡爪，现在想要也没有了。像这个鸡爪，它虽然也大，但是看起来就没我们上期视频那个那么恶心，这个大家可以接受了吧？不过在这之前呢，为了可以保证一次性成功呢，我们还是得用这些普通的鸡爪做一次来试一下，大概的掌握一下它的火候，还有整体的炖煮时间什么的。毕竟这1800真的太贵了，我们一定得保证一次性成功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完完全全的失败品，一丁点虎皮的感觉都没有。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虎皮鸡爪，但是看这个成像也太失败了吧。先试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味道可以，而且炖得足够烂了。哇，好香啊，停不下来。这个味道绝对是够的了，就这个色相不好看，首先没有那种虎皮呢，然后上色也没那么好，所以我们还得再试一遍。这是我们先用老抽给它腌一下，上色，再给它们彻底炸得透透的，再放入冰水泡久一点。没错，就是这感觉，妥妥的，这就叫做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现在只需要把它炖到脱骨入味就可以了。就去吧。你披着这个东西干嘛？把它拆掉好吗？OK， 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这个 OK， 这个就是它的样子。我们还是先试一下再说吧。哇，这味道是差不多，但是这层皮变成虎皮之后的那个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那个口感的有辣椒的那个口感的辣椒。好啦。现在在我们这边呢，鸡爪都是卖的比鸡肉还要贵的，这样子做起来吃真的是超级完美，超级无敌，又滑又嫩又香哦。可以了，我觉得我现在有80%的把握把这个鸡爪做到让大家流口水。我们先把它砍出来，这个还是小太多了，只是跟我手腕差不多。它这些褶皱跟那个菜花真的好像，这个我得亲自自己再洗一下，我才敢放心吃。我们先给它焯一下水，冷水下锅，搞点姜片、葱段、料酒。去腥，再加多点水，因为它这个鸡爪嘛，毕竟比普通的鸡爪大个好几倍嘛。那我们相应的，无论是焯水啊，等一下或者是油炸，还有炖的时候呢，都要稍微把时间加个1、2倍吧。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来操作，炖出来的成品应该是不会差的。应该是差不多了吧？真的是硬邦邦的。其实看到这个外缸呢，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讲，它就应该算是虎皮了吧，完全有这些做好的那些花纹啊，这真不是一般的硬啊。现在我们把它的爪子给剪掉，这里还有一个爪子，这个去不掉了，这个不搞了，就把前面这个爪子剪掉就好了。再用点老抽给它上一下色，瞬间就让它有了食物的样子。现在第2步，给它进行油炸，这是前面鸡爪剩的油。前面那个鸡爪第1遍的时候才炸了几分钟，所以第2遍的时候我是炸了有20分钟。
才有那种效果。那这两个怎么着都得炸个40到50分钟。哎呦，这个还真不能炸久，炸久了它那个表面太焦了，就不好看了。可以了，我觉得不能炸太久，再炸下去就变成烫了。我就炸了半个小时。其实它这个皮呢，跟普通的鸡皮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普通的鸡皮呢，你煮好的时候它是有粘性的，黏黏的，但它这个是非常干，非常的硬，可以说是不太一样。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在这个冰水这里呢。我估计这样的鸡爪呢，你要给它泡软的话，你看现在这两个是硬邦邦的，我估计没一个晚上它是泡不软的。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冰水这里，放在冰箱里面泡一个晚上。第二天8点，12点。泡了10几个小时，它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跟昨天炸的时候差不多，就稍微软那么一丁点。普通的鸡爪炸好，稍微泡1个小时，它就已经烂烂的了。这个看这个样子是泡不烂的，不过它本身天然就是很好看的虎皮了，那也只好在炖煮的时候下点功夫了。前面那个普通的鸡爪呢，我是炖40分钟的，那这一个这么大，怎么也得4个小时吧。只要熬的时间够久，它怎么样都可以脱骨。起锅烧油，下入姜葱蒜。再来点大葱，给它们彻底爆香一点，再加上这些大料。就我现在下的这些料，不管卤啥，它都是香的。加水，上我们的鸡爪，再加多一点，再下点料酒，白糖多一点。等一下开了之后呢，大火转小火，慢慢炖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口水直流、欲罢不能、非吃不可？大家这样子拿眼来看，是不是觉得好黑啊？其实搞到一半的时候，就觉得我的老抽下多了。现在就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？这应该够入味了吧？怎么说呢？这个皮的质感跟正常的鸡爪完全不一样。它的皮这样子油炸过后呢，变得太硬了，非常的影响口感。但是皮底下里面这些胶原蛋白，哇，那是够爽。我觉得这个鸡爪一开始就不要油炸。直接这样子炖就好了。就算炖了这么久，我感觉它还没有那么脱骨，我觉得还可以再炖1个小时。我直接又加炖了2个小时，现在应该会有那种嫩滑感了吧？一吸骨头就出来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3个小时不够，要5个小时。肉还是相当的多。哇，爽！就是要炖到这种脱骨，整体这个感觉才吃起来才爽。所以我们那道虎皮凤爪的做法呢，就真的只适合普通的鸡爪。像这个鸡爪呢，我觉得得重新给它开发一道菜，步骤的话得根据它这个鸡爪的特性来做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知道它的肉有多少了吧？整体怎么说呢？普通鸡爪的皮呢会更好吃一些，这个比较粗糙，但是它就是贵在肉多。普通的鸡爪呢那么小，我们就叫凤爪嘛，这个我们叫做龙爪不过分，再加上又要炖那么久，那就叫恐龙爪吧。当然这个1800一对呢是这种长得比较大的，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呢，它也就是比普通的鸡爪稍微大那么一丁点。而且它目前这个价格呢，并不是说它有多么美味，而是物以稀为贵，毕竟目前我们国内还是没有大规模的普及嘛。等它普及完之后呢，这个价格自然也会降下来的。但是一个吃到饱的鸡爪呢，我觉得有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，因为真的相当过瘾。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好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一定给我多多点赞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后面我也用那些普通的小的东涛鸡爪试了下，没有油炸的皮，吃起来好多了。好吃吗？